后中共化的时代，这个世界一定不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时代，也更不可能存在共产主义。俄罗斯将被解体，中共国将不复存在，共产主义在全球将被列为恐怖主义东西方的文明将彻底的改变，从东西方的文明将变成地球的全面的，也就是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和东西方文明坚持几千年的，包括耕地族和所谓的这个战斗族、马上族，彻底改变为人类上数字化时代、区块链时代、AI 的时代。人类开始探讨太空、银河系、太空，真正的全球一体化将从这个时候开始。宗教将和 AI、生物科技将成为一个精神和物理的研究的一个大结合，也就是人类开始探索生命的真正的起源，包括人类将很快的探索到地球的，像人类3D 扫描一样，知道地球发生了什么，曾经发生了什么，而且都是非常快速的有结果。人们将真正的知道为什么在中东的沙漠下面有这么多石油和天然气，为什么在印度尼西亚有这么多的镍矿，还有七哥出生的地方东北吉林省磐石县红旗岭镇赵家沟那个地方红旗岭镇有这么多镍矿为什么俄罗斯有这么多气丹麦、挪威有这么多气，而非洲如此之贫瘠，却长出这么多好的大自然。因为地球中还有个球，真的不是吸死球这是球的年代一个镍球，一个铁球，还有一个什么，跟上天之间的平衡之球上帝上天万福万神在人类上还有球。不但如此，探索地球的过去，我们更加知道地球和月球和银河系和宇宙的关系。然后我们人类就更加知道为什么有DNA， 是吧？我们要知道 DNA 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现在人类造出 mRNA， 为什么 RNA 又加一 M。 还有一个，人类寿命将有大幅的提升人的寿命在提升，就未来真的是大家只要但凡有一点物质基础，有一点常识人类可以活到300岁，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世界的基因、干细胞、生物科技，把很多过去的常年人类积累的病都会就像吃青蒿素、青蒿糊脂，大家发现这奇迹一样，瞬间即没前天我们一个战友是吧，说老妈妈这个多年躺在病床上，老爸爸多年腿疼但是就是吃了青蒿素，就这么保健品，老妈老爸都好了。当然他们是在四川那个潮湿的天气的地方更加有效。这都是一个环境和饮食造成的疾病而且母亲的背上的好多长的那个黑的那个疙瘩，就是肺部背那个疙瘩我专门问了科学家，科学家说那是因为身体里边的这个疾病导致的后背长出那疙瘩，再发展就是癌症了，那疙瘩全部消失我不是卖青蒿素的，战友也不是卖青蒿素的，是吧？是屠呦呦伟大的屠呦呦女士发明的
那么这样的药就会层出不穷，人类会从大自然中找出更多对人类治疗传统疾病的药。从这个科技 AI 会让人们知道更多你想知道的。天哪！包括我打喷嚏未来也能治好敏感。未来这敏感的问题一定会彻底能解决彻底能解决，而且一定是青蒿素系列一定的我问过一些科学家科学家说很快人类上不会再有敏感的问题敏感的问题是个好问题是个好问题。所以说人类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彻底的改变，政治板块全世界不会再有这么多的所谓东西方阵营、南北阵营人类已经到了这种必须面对地球和银河系和月球的关系政治上将形成一个未来人类上契约精神，大家就是说各种族、各国家各个实体之间更多的一种合约的精神。人类绝大多数的生产力都会用在探索太空和地球之外的文明和人类的疾病和让人过得更加愉悦，和把人类佐登了这几千年几万年的这种地球上的所谓环境污染的问题都要恢复解决。严格讲，地球将恢复到一个休生养息的调整期，特别是对整个地球的人类制造的污染。然后饮食粮食将大幅的改变，人类的生活习惯彻底改变，然后人类将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能源时代，包括美国的人造太阳将没有石油没有天然气，而且人类上绝大多数的能源取暖，像空调一定会未来是犯罪的不允许你使用空调。人类有更多的办法让人类过得更加的安全和舒适。这就是一个人类的科技大爆发时代，接近于当时人类的原始社会到了农耕社会聚集到一起，彻底的改变生存模式。从农业社会再改变到过了工业文明，人们会飞怎么飞坐着飞机飞，坐着火车跑，人类给自己插上了翅膀，人类给自己插上了飞毛腿，人类给自己弄上了千里眼、电话、手机、移动。然后人们还真上了天，上了月球。现在人类进行了真正的后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过去的整个农业社会，它就是群居它必然有社群关系，它必然涉及到社群之间的争斗。现在人类进行了后工业文明，它必须要铲除过去保留在人类社会上的那些渣渣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极端的宗教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都会彻底消失。新中国联邦人永不回挪。